这是一杯猎物类的水，既不能接触人体，也不宜用于灌溉。很难想象，中国的江河湖库中曾经有近1/10都是这样的水。而这是一杯3类水，只要科学净化就能作为生活饮用水。幸运的是，如今中国大地上流淌的近90%都是这样甚至更加洁净的水，猎物类占比锐减至不足1%。不仅如此，如果你有20年前的老照片，就会发现如今眼前的江河湖泊早已不是当年模样。可是中国所有的江河总长超过150万公里，足以绕地球38圈。那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庞大的水系完成如此巨大的转变？答案是一场战斗，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战斗，一场14亿人的江湖生态保卫战。那么我们该如何打赢这场仗呢？首先要让江湖有水，有足够多的水。这是中国的水资源分布，而这是人口分布。如果将它们叠加起来，就会发现二者差异极大。让我们更聚焦一点，这里是四川，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2的省份，每年长江近1/4，黄河26%到40%的水量都来自这里。它不仅是2条母亲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保障。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个缺水的省份。山地和平原的分界线也是水资源和人口的分界线。尤其在成都都市圈，以仅7%的水资源量，承载了全省18%的耕地、35%的人口和近1半的 GDP。在这里运转了2000多年的都江堰，不仅是中国第1大灌区，还要通过人民渠、东风渠为另一条大江沱江补水。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用水需求持续扩大，都江堰每年都要从岷江引走更多的水量。因此，为了维持岷江自身的生态平衡，岷江急需新的补给。可是，该去哪里找呢？既然山地间水资源更丰沛，人口更稀少，那就去群山间找，并且从海拔1378米的水库到海拔500多米的平原，水流可以一路自流261公里，让原本的高山阻隔化作水流之动能。未来再加上川南的项家坝灌区、川东北的亭子口灌区等工程，四川大地上将出现一张纵横交织的人工水网，从此攻守异性。人们终于可以打破地理的限制，让原本分布极不均匀的水资源实现更优化的配置。不过，在这张补给网络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我们还必须赢下一场更加棘手的战斗，因为这场战斗的敌人来自每一座工厂、每一片农田、每一个养殖场，甚至每一个家庭。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釜底抽薪，在污染物进入河湖之前，想方设法消灭它。这是成都的祁隆湿地公园，2024年1月刚刚开放，但来到这里的人们一定想象不到，就在这片水域的下方，竟然隐藏着一个近5万平方米、每天可以处理50万人生活污水的净水厂。这样的布局不仅大量节约土地，还能让经过净水厂处理的尾水流向公园中的52个湿地系统，并从上到下通过湿地中的生物分解，再通过碎石填料层、废石填料层、陶粒填料层层层过滤，最终以3类水标准进入天然河道。而在整个四川，共有2000多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它们通过5万公里的管网连接至千家万户，让污水在进入天然河湖前就彻底改头换面。而这是沱江，它的名号似乎远不如大渡河、岷江、嘉陵江来的响亮，却串联起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泸州等重要城市，养育着全省近1/4的人口。可它曾经的水质却是这样的。因为沱江沿岸不仅人口密集，还分布着矿业、化工业、印刷业、酿酒业、食品业等等工业企业，废水中的主要成分千差万别，想要釜底抽薪清除它们，就必须各个击破，对症下药。
因此，在全省2000多座生活污水处理厂以外，还需要上百个工业园区，甚至一些企业本身都建起自己的污水处理设施，有的甚至还要怀揣独门绝技，对污染物斩草除根。例如，你眼前的这座小山，其实是由磷矿加工的副产品堆成的。除了用植被进行生态修复外，人们还要防止其中的含磷污染物通过雨水渗入江河。为此，人们不仅在堆场上方披起一张巨大的雨衣阻挡雨水，还在堆场下方用无数根引流管道收集起下渗的所有废水。而这些含磷废水却并非流进污水处理厂，而是经过浓缩、再利用、再浓缩、再利用，直到其中的磷被大量去除后，成为可供生产线直接使用的再生水。从此，整座化工厂不用再向自然界排放一滴废水。就这样，曾经沱江最棘手的污染物总磷，在仅仅4年后，含量就已锐减3/4。即便面对农田或养殖场中那些随着雨水进入土壤、难以被管网收集的污染物，人们也可以用加高田埂进行阻拦，并建造生态沟渠和隔离带，让其中的植被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元素，供自身生长。时至今日，经过一层层天罗地网的围追堵截，再加上当地政府专门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沱江乃至整个四川的地表水水质优良率已连续3年达到100%，也让四川成为了守护长江、黄河、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重要屏障。但我们离这场战斗的胜利却仍有一步之遥，因为除了消灭敌人，我们还要让这片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让万千生命从此生生不息。Tani kadi kerja thau doma itu dah sampananga lulu ni kan desa deh. Tani dah jigni jacik diwara yo arah keren juga. Nanti kena cek gak tahu nanti dah agak trong dah. Di yagi rata cezna kamu jema dah jema korik dah kamu jema lore kan juga. 他所说的堤坝就是这个高度只有0.6米、长度也只有1.74公里的河埂。它守护的花湖位于阿坝州的若尔盖湿地，每年为黄河提供着7.6%的水量。当然，不仅是建起堤坝留住水源，人们还放弃牧场，拆除迁移旅游设施，让曾经萎缩了近1半的水域面积不仅比原先更加广袤，各种珍稀动物也出没得更加频繁。而放眼整个若尔盖湿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这个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到2023年底，共有250多公顷的野生动物栖息地，500多公顷的矿山土地，近6000公顷的湿地，1万多公顷的沙化土地，以及超过11万公顷的退化草地得到治理或修复。而在2020年1月1日0点，随着新年钟声敲响的，还有长江10年禁渔的战鼓。而作为这场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四川的江河湖库在过去近5年的时间里，鱼类总数也恢复到历史上曾有分布的84%。而无论是曾经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和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是9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或是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如今也都有了新的写照。那么到这里，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才能打赢这场14亿人的江湖保卫战呢？我们需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水渠、每一个水厂，是每一条停下的渔船、每一个消失的矿坑、每一片还给自然的农田，也是每一块湿地、每一条小溪，以及每一个有水经过的角落都重现生机，生生不息。是的，要最终赢得这场保卫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